好，这个影片要来教这个使用范本快速建立、新增、查询、修改和删除的功能。那相信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实做这些功能了。如果还按部就班的从基础开始教，等到教完，相信很多人已经快学不下去了，因为学了老半天，居然连个东西都还没有做出来，应该就是很难学下去。所以这一则章节先安排这个东西来解下手痒，让大家了解一下，在这个 Netcode MVC 这边要怎么样去做一个 CRUD 的功能。那这个章节先学基础的 CRUD 实作之后，会在我们再回头过来，针对每个部分 Ctrl+View 还有 Model 的部分进行这个细部的功能讲解哦。我们先解一下手痒，那之后再回头来慢慢打好这个基础功能，所以这一篇会先大略的讲过一些功能，并不先解释。这时候会想说不解释，那我要怎么做出这个东西？没有问题哦，因为在 Netcode 这边的话，有个自动产生范本的功能，我们只要一键按下去，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帮你实做好了，直接就可以用了。那如果说想要一起照做的同学，可以先下载这个本节的这个范例档，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范例档来一步一步做给大家看。你这边就一开始可以先下载这个范例档，好，下载之后的话，就这边把它就解压缩起来，解完之后就直接开启这个专案档，然后就会自动开启 Visual Studio。那这个课程已经有开始跟资料库做一个连接了，所以你的资料库这边一定要做一个安装。那如果不知道我这个范本的 SQL Server 资料库要怎么装的话，这边有安装教学跟一些基本操作。那我这个课程基本上你只要把 SQL Server 安装好之后，也不用学基本操作了，我直接下一个指令就会帮你建好对应的资料库。所以你只要把 SQL Server 安装好，等着我的范例就可以直接用了不需要去操作到 SQL Server。 好，那这边的话当然已经安装好 SQL Server， 那可能以前有用我的范例，或者是之前有范例档还原的那张有试过的话，你可能会有我的这个 KCG 资料库，那你可能先把它删掉那删掉的时候先勾选关闭现有连结。好，那这边我们就把资料库删掉了。那删掉是因为我的这一个范例档里面资料库也是叫 KCG， 所以要先把旧的删掉，我才能够做一个还原的动作。那要怎么还原这个资料库呢？你把 SQL Server 安装好之后，然后下载我的范例档之后，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套件管理器主控台这边，然后就下一个指令 Update Database， 然后它就会开始跑还原资料库了。那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啦。如果你照着我的教学去安装好 SQL Server， 基本上也不需要做什么太多设定，这一段还原应该是可以跑起来的。那跑起来之后，你可以回到你的资料库这边来看一下你重新整理，看一下这个 KCG 又长出来了，然后下面大概会有6个资料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资料表里面是有一些我已经预存好的资料，因为等一下要展示嘛，总是要有一些资料。好，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代表说还原是没有问题的。那没有问题，基本上这边应该就是 done， 不会出现一些什么失败的字眼。好，那这样子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来使用范本来快速产生今天这一个新增、查询、修改、删除的功能了。那首先我们第一步先在这个 Ctrl 上面这边按右键，然后加入控制器，然后这边选这个使用 Entity Framework MVC 这一个控制器，选择这一个，然后按下加入。那这边模型类别的话，我们就选择这个，我们今天要示范的是 News 的这个资料表的新增、查询、修改、删除，所以我们这边选 News。 好，这边我们就先暂时都不改了，我们就直接新增下去。那它会开始跑这个产生这个相关的 CRUD 的范本，我们就等一下等它产生好程式码就 OK 了。好，那这样就产生了，这边可以看到多了一个 News Controller 档案，跟 Fuse 下面还多了一个 News 的资料夹。那这边有5个档案分别就是今天要 demo 的新增、查询、修改、删除的这一个页面。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来看看它帮我们产生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运作但是我们这边就直接把它启动起来。好，那为了我们方便，我们在这边加一个我们 News 的这一个 CRUD 的页面的连接。我们可以到上一节课教的这个 Layout 这边这边是连接的位置，我们再复制一个，然后这边
Ctrl 的我们是 news， 我们打 news。好，那至于这个是什么，我们之后会教，你这边先照我打就好了。Action 的话，我们是 index， 那这边就是字样，那我们可能打个 news index 好了。OK， 那存个档之后，这边就会多个连结，然后我们点过去看。好，那画面出来了，代表说我们这一次它帮我们产生的部分，产生这个 CRUD 的页面，至少查询列表的功能是正常的哦。这边就是我资料库，我这边 news 资料库总共有5笔资料它就把我5笔资料都秀上来，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在查询的部分基本是没有问题了。好，那接着我们就分别来试一下新增、修改跟删除的功能，它有没有帮我们顺利的产生好。那新增的话，我们可以按这里新增，那我这边的话就照打这个标题。那基本上它这个 input 的框会因为你的栏位帮你产生对应类型的 input 的框，像这边是字串，所以就这样子这个的话，它因为是数字的话，所以它可以用成这种数字的模式。那因为这两个是日期嘛，所以它就是预设帮我们产生日历的样子让我们选所以它很贴心，它会照着你的资料库形态帮你产生好对应的栏位。好，我们就这样把它填满之后，就按下 Create， 那基本上没跳什么错误讯息，应该是有顺利成功。我们找一下在这里，这就是我们刚刚新增的那一笔。那我们就回来资料库看，是不是多了一笔有没有看到多了一笔是没有问题的。那接着的话，我们再来试一下修改的功能好了。修改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每一栏的后面这边有个 EDIT， 我们点进去，那我们就随便打111222，好，我们就随便改一下栏位的内容有没有看到这2笔这边就顺利的修改成1122，代表说它修改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好，这边它还有一个功能是明细的功能，我们点进去看就可以看到这一笔就单就这一笔明细的功能看起来这一页是没有什么问题。最后我们来试一下删除的功能。那删除的话，这边点进去之后它还有一个确认删除的页面这边按下去之后它才会真正删除。好，那看起来这边已经找不到刚刚我们随便乱新增的那一笔，应该是成功的删除了。这边的话，这个我在做重新读取的时候，这个应该会消失。我们再执行一次，好，有没有看到刚刚6笔又删掉了1笔，所以变成了5笔，所以我们删除的部分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代表说今天这个用范本快速产生的这一个 CRUD 的功能是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这样子其实你只要资料库建好了之后，用这个范本就可以很快速的帮你产生 CRUD， 你甚至一行code你都不用写，这个功能就已经帮你利用它预设的范本给产生好了。那虽然这个基础的范本虽然是能用，但是离我们真正实务上最后的写法其实它还有一段距离，就是还蛮多地方还需要修改的，所以之后会借由这个范本，我们会针对新增、查询、删除、修改各个不同的部分，一个一个去看说哪些地方实务上应该怎么去做调整，那并就会带入一些观念，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调整，为什么它这个范本这样写可能不那么完善那今天算是先简单的建立一下信心，然后实做出一个东西，不要学了一堆东西，但是我连一个最基本的新增修改的功能都还没做，就觉得到底什么时候要做，一直等不到学着学着就没有耐性了就懒得学了。那所以说这边先解下手痒，先做个东西出来让你这样子，然后接着我们再细部的去拆解里面的所需要的一些基础知识是什么。那可以看到它这边本来已经有写好一些程式码，但是并不是这么完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一个一个去把它先改成一个比较实务上比较完善的写法，那也是先改一个大方向，那未来几个章节我们会再更细部的去讲里面的基础功能。这一章我们都还是只是先讲解一个大方向的修改，然后接着再会从这个大方向一步一步去深入细部讲解说里面的功能为什么要这样写比如说像这里面它有很多特殊的语法，那在这一章我们就不会讲，我们会留到后面再来讲说这些语法是怎么写，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要用这些语法这样子。好，那所以说今天这个影片就先简单的利用范本快速的产生这个 CRUD 的功能，然后我们就先用一下说这样子按一按我们就可以完成了这一些功能，所
以算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啊，在内扣这边。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